你相信爱情吗？多年不相见，仅靠书信交流，互诉情感的那种。当我在电话里把这个问题抛给百草时，没有人现在不考试情况，问的都是啥呀？我觉得100盘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关系。是的，正在看这个视频的你，或许也与我们一样，已经走过了那个乐于谈论爱情、兴致勃勃地构筑浪漫主义的人生阶段。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那些对于爱情格外敏感、将爱情视为生活中心物的年岁里，传递数学作业时一个不经意相碰的眼神，第2节课间跑操结束后，一阵由他在身边路过时带起的风，都可能会让人的内心瞬间坠入一团玫瑰色的情感迷宫。你在意大利给我写信时，通过你，我看到世间万物。如今少了你，我看到的世间万物都觉着是从你那里窃取来的。这段情感浓郁的文本来自顾其健老师译本的《窄门》。在这部由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写作的小说中，爱情无疑是那个最为闪耀的主题，但与爱情一起交织于故事中的宗教元素、禁欲主义，又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多层次的文学意蕴。你没有努力进窄门。至于全书开篇出自路加福音13章24节的这句话，在我们刚翻开书页时，就已向我们点明了书名的宗教意味。小说第1章，当主人公杰罗姆在清晨的小礼拜堂里目不转睛望着心仪的表姐阿丽莎的侧脸时，礼拜堂的牧师念出了全书与窄门关联最为紧密的语句：你没有努力进窄门，因为关门和阔路引向沉沦，进去的人很多，然而窄门和狭道却通向永生，只有少数人能找到。陷于对表姐忘我注视的杰罗姆将这些话听得恍惚，然而窄门和狭道却通向永生这样的宗教指引，就在冥冥中深切地影响了表姐阿丽莎的一生。尽管当故事行进到这里时，我们并未料想到之后的阿丽莎与杰罗姆会由于这份信仰而产生那么多虐恋般的情感坎坷。如果用较为简略的、不那么严谨的语言来概括杰罗姆与阿丽莎的爱情，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说，这是一个糅杂着宗教狂热与回避性依恋倾向的 B 故事。阿丽莎与杰罗姆成长于英式的新教家庭，自幼便两情相悦。但另一方面，阿丽莎母亲某些有违新教伦理的行为，则带给了年幼的阿丽莎无比巨大的心灵负荷。尽管深爱着杰罗姆，但当阿丽莎得知自己的妹妹朱丽叶特也爱慕着杰罗姆时，她做出的选择是退让，并拒绝了杰罗姆的求婚。而当朱丽叶特另嫁他人，阿丽莎与杰罗姆的爱情之间已无阻碍，两人前方似乎已是一块随时可以通达幸福的光亮平原时，阿丽莎却因宗教信仰对于人生意义、幸福、爱情等命题产生了与杰罗姆迥异的想法。现在我思忖自己想要的究竟是这种幸福，还是说我想要的是追逐幸福的过程？主啊，别让我拥有很快就能实现的幸福，教会我延迟幸福吧，一直延迟至来到你面前。如果没有进步空间，无论多幸福，也不是我想要的状态。我想象的天堂之乐，并非附理于上帝的混沌状态，而是无限接近再接近的状态，永无止境。一种对于永恒的追求，以及对于寻常爱情中的幸福的质疑，在阿丽莎与杰罗姆之间竖起了长久阻隔的屏障，并最终令两人在尘世可及的幸福化为了幻影。窄门的作者安德烈·纪德曾于1924年出版过一本名为《如果种子不死》的自传。自传起始于纪德童年的巴黎生活，结束于1895年纪德与表姐马德莱娜订婚。熟悉这本自传的读者会很容易发现，窄门的叙事有许多与纪德个人经验的重叠之处。成长于新教单亲家庭，由母亲独自抚养，少年时对表姐萌生爱意，表姐的经历也与阿丽莎近似。而与小说不同的是，纪德最终与表姐马德莱娜顺利订婚，并于1895年10月正式结婚。作为深刻影响了法国文学与思想界的著名作家，纪德以其在作品中呈现出的人性深度与广度，
以及以人为本自由思想的既得主义，启发了如萨特、加缪等众多作家。194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对其文学贡献的一次有力褒奖。除了文学，基德还热衷于四处游历。早年，他的旅行足迹曾遍布欧洲与北非。基德曾在巴黎与爱尔兰剧作家、现今被戏称为毒舌教父、嘴炮之王的奥斯卡·旺尔德结识。1895年，两人又在阿尔及尔之旅中相遇。尽管常有与旺尔德的结识让基德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的说法，但也有文字指出，基德对于自己的性向早已有所察觉。窄门的篇幅不长，但结构与情节的铺陈堪称精巧。我们常会在小说意想不到之处看到一节叙事的突变，比如在第4章圣诞宴会的情节中，整体的文字感显示格外的温馨平和。新年假期中的杰罗姆即将又能与阿丽莎相见，只有日落时分才能打开圣诞树的灯火，孩子和亲友们将会绕着圣诞树欢聚一堂。然而之后，妹妹朱丽叶特对杰罗姆突如其来的表白，瞬间令故事呈现出了一种戏剧化的转折。来自朱丽叶特的这份爱的变量，不仅让倾慕着朱丽叶特的阿贝尔心灰意冷，也令杰罗姆与阿丽莎的关系产生了质变。而当心情沉重的杰罗姆回到客厅，关于室内的文字描写也恰如其分地呼应着人物的心境，并且与宴会开始时的温馨氛围形成了强烈对比。我们回到客厅，里面早已空无一人，圣诞树光秃秃的，树上的灯差不多都熄灭了。读完《窄门全书》，其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极为深刻。这句话出现在第6章。回到巴黎的杰罗姆收到了阿丽莎的来信，信中写道：因为我深深感到，我们所有的通信不过是一场海市蜃楼。唉，我们两人的信都是写给自己看的。此前，两人已通信许久，信件中总是流淌着无比热烈的爱意表达。顾其静老师一本无比细腻的翻译笔触，也让这种炽烈的人物情感更为突出。但来信中，阿丽莎的这句话似乎打破了这种由两人共同营造出的抒情式的文字花园。这不禁令人想到卡尔·荣格曾阐释过的投射理论，以及发展心理学中的自我中心主义概念。这些联想都共同引出了一个问题：身处于爱情中的人们，究竟是爱对方，还是更爱那个处于这段爱情中的自己呢？16年12月，我曾偷偷坐火车从冬天的西宁出发，到南方看白枣。当我突然出现在坐在药科大学医教学楼教室里，正复习着药剂学的白枣的面前时，他瘦小的脸上表情起伏很大。看着他向我投来的仿佛已经越过了冬天的眼神，我当时真的自以为自己做了一件蛮青春、蛮浪漫的事。但多年后，再次回望那时的自己，却也不禁怀疑，那是否只是自己的一种自我感动呢？毕竟，说不定当时的白枣真的只是想在教室里安安静静的复习药剂学呢。那你如果就是对曾经那个从西宁去坐车去看你的那一个男孩子，你会说什么？哦，给我兑点亮皮。西宁的那个亮皮不是很好吃吗？不过，就像窄门中的阿丽莎与杰罗姆，彼此的爱情中成为了探索自我的镜子。一些自我感动或自我中心，虽时常令两人迷失，但我们也无法否认，在那些日暖温和的日子里，爱情曾带给两人以及阅读这个故事的我们的那份内心轻颤。我常常觉得，爱情是我拥有过最美妙的东西，我的所有美德都依附于它，它让我腾空超越自己。但若没有你，我会再次跌至平庸之地，回到极寻常的秉性中去。因为抱着与你重逢的期待，在我眼里，最险峻的小道，也总是最好的。